就要搞出这般大的动静，真是爱显摆。小雨姐姐，那便是薰儿口中念叨不忘的萧炎哥哥，没想到竟然在最后时刻赶过来了呢。是啊，这就是那个让薰儿牵肠挂肚的混小子，长这样，失望了吧？长相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啊？在迦南学院看的可是实力，想要证明咱们薰儿没有白等他，得好好拿出点本事才行。这薛崩可是9星斗士，而且修炼的叠浪枪法斗技更是玄阶中级，可击败了不少对手呢。不知道薰儿的萧炎哥哥能不能应付得来？那混小子应该能行吧？我可不相信以他的性子，这2年时间会毫无成就。好了好了，都别猜了。不管怎样，他都是我们黄金2班的成员，都给我好好加油助威吧。这薰儿的萧炎哥哥感觉不怎么样啊。是啊，这小身板也不知道能在薛崩手里走几个回合。薰儿这眼光可真是……就是啊，他便是那个萧炎，实力也不过如此。哼，你便是萧炎？正是。你不配他。或许吧。薰儿口中的萧炎哥哥终于惹得出现了，貌似也不是很帅啊，真不知道他为何这般惦记。唉，啊？这，有趣的小家伙。希望别一上场就败给薛崩，不然的话，薰儿的脸可就真的被丢光了。迦南学院里有着无数人等着你的露面，从今天起，你的麻烦将会络绎不绝。不过，今天我就会在薰儿面前将你击败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那些麻烦了。唉，其实啊，我也挺讨厌你所谓的那些麻烦，所以只能先委屈一下你了。哦，想拿我来杀鸡儆猴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哼。可以开始了吗？比赛开始！狂妄的小子！八极铁浪崩！什么？好强啊！这家伙进步也太快了吧！难怪能够让得薰儿这般出色的女孩子都念念不忘，这个家伙确有这本事。哼，有点意思。等着吧，他一定是我的。摧枯拉朽，一拳定乾坤，不错不错。这个小家伙可不是常人呐。丫头，我想就算是你或者白山对上他，谁胜谁负都不一定呢。哦，那我倒要找他比比看。若是我赢了，便让他滚出迦南学院。胡闹！哼！黄界2班萧炎胜。薛崩就这样输了？他可是9星斗士啊！看样子这萧炎至少也是大斗师强者。哎呦，这么年轻的大斗士，就算在迦南学院也是能排得上号的呀！对呀，太强了吧！抱歉，我来晚了。
我知道萧炎哥哥一定会来的。这小杏儿怎么变得如此胆大了？就为了那个男人吗？太浪漫了！若琳导师，你还记得我是你导师啊？哼，别以为不说话就没事。逃了1年的课，你也真算有本事。你知道这1年来为了你的事，我和院方磨破了多少嘴皮？若琳导师，这事儿萧炎这混小子确实过分了。不过只要接下来薰儿和他能坚持不败进入前20，您便可升级成玄阶导师，不会让您丢脸的。若琳导师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若您还是觉得不解气的话，可以等他将选拔赛打完后再处罚也不迟啊。反正他已经来学院了，还怕他会跑了不成？好，等选拔赛完了，我再找你算账。好了，先跟我回去吧。明后2天还有更加激烈的战斗，想要进入前20或者内院修炼的机会，可不。多谢萧玉堂姐了。萧炎，来了，若琳导师。这段时间你就和薰儿一起住我那儿吧。那就麻烦若琳导师了。资料大家都看过了，这个萧炎果然不简单，以一己之力抗衡加玛帝国的云岚宗，并且还正面击杀1名斗王强者。最令人吃惊的是，竟然能从斗宗强者手中顺利逃脱。这般战绩，就算是内院的佼佼者，想要办到，恐怕也有几分难度啊。潜力确实很大，好好培养，恐怕又是1名巅峰强者。至于云岚宗，只有1个斗宗而已，还没有胆量对我迦南学院怎样。云岚宗倒也没什么，可他背后……先暗中观察一下吧，如果真有培养价值，我们倒是可以一试。离开他，凭你？弱者没有资格拥有他。雷属性斗气，白山，你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想与萧炎学弟切磋一下而已。薰儿何必如此着急？以萧炎学弟的本事，若是连我随意一击都挡不住，还如何参加内院选拔赛？白山学长，我敬你是学长，方才对你客气有加。但你若是再这般无理取闹，那也休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你若是男人，就不要躲在女人身后。白山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逆子，这些事男人解决就好。你真想打？你若想，我不会有意见。我有意见。白山同学，你这般胡来可不符学院规矩。若是想要挑战，在选拔赛上一较高低便是。深夜前来，不仅行为不轨，而且还落个下乘名头。萧炎，希望你不会在选拔赛中被淘汰，到时候也希望你不要再躲在女人身后。薰儿认可的男人，不会是懦夫吧？
白山是吧？所谓的风云人物也不过如此，争风吃醋、撂狠话倒是行家老手。等着在选拔赛上见吧。哼，若是你败了，离开熏儿，你确定你是叫白山，而不是叫白痴？你回去吧。没想到，为了他，竟让自己分寸乱至这副模样。所以，他必须得是我的。萧炎，你给我等着！好久没有和萧炎哥哥一起赏月了。妮子，这2年过得还好吧？想知道我这2年怎么过的吗？当年我离开了乌坦城，就进入魔兽山脉修炼。没想到云岚宗竟然还有一个云山活着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！后来我迫于无奈，藏在魔兽山脉深处，并试图逃离加玛帝国。没想到云岚宗倾尽全力追捕我。好在云月最终看在往日的交情，把我体内的封印解除后，将我放走。萧炎哥哥，等你再次回到加玛帝国时，我相信云岚宗将不能再阻拦你的脚步。想不到这小子这2年经历了这么多，怪不得成长得如此之快。薰儿，跟我来，我有件事想问问你。薰儿，这件事非常重要，我需要你如实跟我说。萧炎哥哥想知道的事，薰儿自然不会隐瞒。前面已经提到过，在我第一次离开云岚宗之后，云岚宗大长老便带人私自报复于萧家。在我赶回去之前，萧家已经损失惨重，族人死伤无数。这云岚宗未免也太胆大了吧！父亲为了保护族人，独自一人引开仇敌，在被追杀之后山密林出时，突然诡异消失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，萧叔叔没有落在云岚宗手中。从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，父亲并未落入云岚宗，并且现在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。因此我猜想，父亲之事恐怕有其他神秘强者参与。神秘强者？萧炎哥哥是想问薰儿什么？薰儿，我知道你并非萧家之人，而且背景也极为庞大。我知道你背后的势力与萧家有一定的瓜葛，所以我想问你的是，父亲的消失是否与你背后势力有些关系？可能这事你并不知情，但能否帮我询问下？我需要得到父亲安全的确实消息，不然的话，我会寝食难安。不会的，一定不是他们出的手。
他们与萧家之间有着规定，所以绝不会强行介入萧叔叔之事。这种规定的约束力不是常人想象的那般简单。就算他们中有人想这般干，也必然会遭到剧烈反对，并且能够在3名斗王面前将萧叔叔带走，那实力至少也是斗皇级别。可这段时间，我却并没有得到任何与之有关的消息。斗皇，萧家除了我以外，便再也没有人接触过斗皇级别的强者。别的强者莫名其妙地带走我父亲，有何作用？萧炎哥哥，我背后势力的确与萧家有着牵连，可其中详细缘故，此时说了反而会对你不好。这般看来，父亲的失踪恐怕还是跟云岚宗脱不了干系。这个宗门，貌似并非是我所认为的那般简单。我会让人帮忙调查此事，如有线索，便立刻告诉你。还是需要尽快提升实力啊，不然就算日后知道了父亲踪迹，恐怕也没有实力将他救回来。萧炎哥哥，你不会怪薰儿不肯告诉你我背后的势力以及与萧家之间的关联吧？你会害我吗？很晚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还有选拔赛呢。派人去打听一下，前段时间加玛帝国是否有其他神秘强者的踪迹。还有，我需要云岚宗的所有情报。是，小姐。究竟是谁下的手，竟然把主意打到萧叔叔头上去了？哎，那不是萧炎吗？听说今天还有他的比赛。哼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他今天的对手啊，可比薛崩厉害。切，可恶！薰儿女神怎么就看上这小子了？长得也就那样啊。就是啊。萧月，给我快一点！热莲导师，你们等等我。萧炎来了，如此奇异的斗气，犹如火焰般炙热而灵动。这种斗气不用来炼制丹药，那可真是巨大的损失。黄老头，这个萧炎曾取得过加玛帝国炼药师大会冠军哦。若是能够进你的炼药系，恐怕日后成就难以估量啊。的确潜力非凡。不过他应该有自己的老师了，不然仅凭天赋，绝不可能在这种年龄便达到如此成就。当然，他若是有兴趣来炼药系，我倒是不介意多一个优秀的学员。人可真不少啊！这些长老身上的气息，强悍到令人窒息的地步。萧炎哥哥，我没事。那主席台上左边3位，便是外院副院长以及2位颇具声望的元老。副院长实力位于斗皇巅峰层次。最右边的则是炼药系的系长。炼药系独立于外院与内院之外，没有任何人能插手他们的事，就算是副院长也不行。炼药系，
外院中势力分布颇为混乱，虽然你隐藏的实力很强，但有2方势力仍需小心。一方便是这炼药系，也是因为炼药师在大陆极其特殊的地位，而另一方势力则是学院的执法队。执法队中强者如云，特殊的职责让他们拥有擅自抓人的权利。当年迦南学院和黑角域的那场血斗，就是出自他们之手。多谢若琳导师提醒。接下来把所有心思都用在内院选拔赛上。进入前20对你没有任何难度，以你真正的实力，我想或许可以冲击一下前5。哦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等你进入了前5，自然就知道了。燕儿，燕儿，这里，我在这儿啊，燕儿。那便是你今日的对手陆牧，炼药系的尖子生，不仅炼药术杰出，在斗气修炼上也同样不弱。燕儿。他是什么级别的实力？3星大斗师左右吧。不过那家伙是个十足的药罐子，斗气虚浮，不足为惧。那家伙可是月儿的头号追求者。若琳导师，别再提那个甩不掉的牛皮糖了。没想到萧玉堂姐的魅力也不小啊。你以为谁都像你呀？本小姐的追求者可多了去了。各位同学，经过昨日的初步选拔淘汰，今天将诞生有资格进内院的20个名额。第1轮对战的是玄阶3班罗浮，玄阶5班葛丽。内院的名额我要定了。罗浮，你个孙子，又反击啊！火力，揍他！看来这个罗浮要输了。我看未必。歌里虽然攻击是猛，但长久下去，终究斗气不支。罗浮看似落了下风，却是将对方所有凌厉的攻击都化解到最小伤害。不知道这2年妮子修炼到了何种级别，想来定不会弱于我吧。可恶，这家伙的防守真是严密。拼了！就是现在！罗浮要赢了。罗浮获胜。不动如山，动如雷霆，不愧是迦南学院。我若不是有老师指导，光凭自己摸索修炼的话，恐怕还真难以赶上这些天才的修炼进度。真不知迦南学院到底是怎样进行训练的。每年学院都会让一些学生进入黑角域历练，虽然很危险，甚至导致损失一些优秀人才，可那些经历生死并成功回来的学员，不管是实力还是气质，都蜕变成了强者。没想到迦南学院的高层竟然还有这等魄力。那白山、陆牧等人也曾单身进入黑角域历练，所以不要小觑了他们。下一场，炼药系陆牧对战黄阶2班萧炎。萧炎这下可惨了，那可是陆牧学长啊！这下有好戏看了，陆牧学长一定能打败他。很多人等着看你出丑，毕竟陆牧算得上外院前10，比昨天的薛崩强悍许多。你要小心，要彻底杜绝白山那种麻烦，这一战只能胜，不能败。混小子，可别丢脸哦！输给那个烦人的家伙，你会被我鄙视的。萧炎哥哥，加油！
放心吧。我倒要看看，萧炎到底凭什么本事能和薰儿在一起。哼，打吧打吧，最好两人都打成残废，薰儿也就不会被那萧炎糟蹋了。是陆牧学长，学长加油！给他小子点颜色！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燕儿，我会加油的，等我的好消息啊！这个白痴！燕儿，这是萧炎兄弟吧？放心，都是自家人，我会留守，绝不让你受伤的。不然玉儿怒了，倒霉的可就是我呀！那多谢陆牧学长了。不过我的目标是前5，陆牧学长还愿意放水吗？萧炎兄弟，凡事要脚踏实地的好，不要好高骛远。那前5连我都没多大信心啊。比赛开始。陆牧学长打败萧炎，让他知道迦南学院的厉害！萧炎加油啊！萧炎这家伙很是讨女孩子喜欢啊，这才来了1天时间，便有人替他呐喊助威。萧炎，打败那个药罐子！那前5名我也很感兴趣，怕是不能相让了。陆牧学长，请。家伙好严密的防守，以我的剑速，竟不能碰到他的身体。唉，真是小看你了。看来不动真格是不行了。你应该也知道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吧？我所擅长的并非是斗气，而是玩火。兽火，萧炎兄弟，小心了！我这蓝金火焰可是曾经击伤过斗灵强者。哇，炼药师的火焰威力巨大，这下萧炎可惨了。抱歉，我最擅长的也并非是斗气，而是玩火。啊！萧炎也能召唤出实质火焰，那不是只有炼药师或者斗王以上级别的强者才能办到的吗？难不成他也是炼药师？这混小子怎么也拥有火焰？啊，对了，记得当初离开时听说过萧炎这家伙有一个神秘的炼药师老师，看来他现在也成为炼药师了，难怪能召唤出火焰。切，萧炎是炼药师又能怎样？当初陆墨不也败在了白山大哥您的手下？况且啊，我看他可比不上陆墨。萧炎，希望你能打败陆墨，这样我才能在薰儿面前彻底的将你击败。以薰儿看似淡然实则高傲的性子，又怎会选择一个失败者？既然都是炼药师，就让我见识一下你所擅长的玩火到了何种地步。烽火之计！
坏了坏了，不会烧没了吧？哎，这下我怎么跟玉儿交代啊？别动，不然火弹会直接爆炸，到时候你的手和脚就保不住了。这家伙竟然能将火焰操控到这般精妙地步。将火焰一分为二，一做防御吸引陆木注意，二则潜伏下地埋一些陷阱让陆木上当。这种一心二用的手段，需要不菲的灵魂力量方能完成。这个萧炎不愧是取得过加玛帝国炼药师大会冠军的人呐！我输了。陆木学长的丹火之技很是强悍，若不是我在胸前使用斗气凝固成了部分斗气铠甲，光凭紫火木，根本挡不下学长的螺旋火焰锥。萧炎兄弟，不用安慰了，胜负乃兵家常事，输给自家人也不算丢脸。此局黄阶2班萧炎胜。炼药师的对决太精彩了，我也想成为炼药师。萧炎这是一战成名啊！那些年，我成为别人眼中的废物，只有你不离不弃的陪伴我，孤立成狂。哪怕再多疼痛委屈也都无所谓，放胆再一回。雨停下啼笑退步，换破经历多难不后悔。我重生终要去面对，为约定我不知疲惫。现在，我终于有资格和实力站在你身边了。夏言哥哥，不管你身后势力有多么的庞大，我也绝对不会放弃。薰儿，年轻人呐，虽然知道你和薰儿关系亲密，可大庭广众之下要节制一点呀。那个，也不知道接下来对战的是哪些人。下一场，玄阶1班严惩，执法队5号。这一战的5号来自外院执法队，外号血修罗，是执法队大首领的有力竞争者。这2年来，死在他手中的黑角域之人，恐怕至少也有100人。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这5号刚从黑角域赶回来吧，好浓郁的血腥气。忘了告诉你，这个5号也曾经是薰儿的追求者之一，结果因为你的出现失败了。我会证明，薰儿的选择没有错。不弃权吗？动手吧，我倒是要试试血修罗究竟有多强。我认输了。
吴浩胜，你便是萧炎，可敢下来与我一战？哇，这下有好戏看了！到底是这萧炎厉害，还是血修罗强？你看那萧炎，就知道躲在女人后面，真是个草包。打吧，最好两败俱伤，让我也省些力气。你们两个给我安分点儿！现在是选拔赛，不是私自挑战的地方。明日便是选拔赛的最后一天，到时候自有你们对战的机会。哼，明日你别让我失望。我不希望薰儿等待已久的人是个废物。比赛继续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当然了。萧炎哥哥，你想知道我现在的实力，那就等着明日的比赛吧。你这逆子，若是展露全部实力，恐怕今日那个对手无法接住你一掌。萧炎堂哥，好久不见。确实好久不见。明天还有比赛，我们先回去休息了。哦，那快去歇着吧。其实，萧妹她人并不坏。我知道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早就不放在心上。按照这修炼进度，恐怕还有10天才能达到6星大斗师。父亲，我会找到你的，不管是谁掳走了你，日后他必须付出代价。这玉片竟然能抵御住我的青莲地心火，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老师，怎么了，老师？我在迦南学院没有感受到陨落心炎的气息。难道被别人抢先得手了？应该不是。我虽感觉不到确切气息，可凭借着异火间的独特吸引力，古灵冷火模糊察觉到，在学院方圆1000里内还残存着陨落心炎的微弱气息。方圆1000里，那得找到什么时候？迦南学院的那些老家伙不可能没察觉到陨落心炎的存在。我总觉得那内院和陨落心炎有关联。若你能进入内院，想必能得到更确切的气息方位。内院，希望不要让我失望。我怎么觉得今日来观战的人比前2日多了好多？那是自然，今天是最后一轮20进5的淘汰赛，大家自然不想错过最精彩的对决。
小子，我要你今日尊严扫地！萧炎哥哥，白山这人在修炼天赋上有着高深的造诣，实力还是很强的。你碰到他，千万要小心些。放心吧，妮子，我心中有数。心儿，心儿。啊，心儿，今天我们都要加油，进入前5名啊！哼，至于臭男人就算了吧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！我是哪得罪他了吗？这便是外院副院长的孙女虎佳，拥有不输你的极强天赋，不过性格怪异，软硬不吃，人称小妖女。这小妖女可够彪悍的，果真是名不虚传。大家都知道了，往年的内院选拔赛都是回合制，谁的排名越高，今后修行获得的资源自然便越多。但本次的比赛，我们决定改一改规则。啊？改规则？对啊，为什么改规则了？是啊，不清楚，长老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就是啊。现在，请前20名学员全部入场。20人同时入场。同时入场。这是5号啊！是的。走吧。加油啊！今年我们不要回合制，而是要一场富有热血与激情的大混战淘汰赛。谁能在比赛中坚持越久，名次便越高，而反之亦然。这怎么打呀？就是啊，这规则改的也太突然了。就是啊，怎么改规怎么打呀？这是。至于是单打独斗还是联手出击，都没有问题。可以联手？妮子，那我们岂不是可以并肩作战了？但这种模式对我们未必有利。如白山、虎家和吴昊这种学院翘楚，他们更容易找到盟友。我看你在学院声望也是不小啊，难道就不能收拢点人来？若是以前的话，倒还真有人来做护花使者，可如今都名花有主了，别人还来干嘛呀？放心，有我就够了。不管面前骇浪滔天，我们一起闯。好，那么我宣布最后一轮淘汰赛开始。夏云哥哥，我们怎么打？先等。你跟随我主动进攻，其他人防御偷袭者。是。胡家学妹，还是我来护你吧。很好，就这样，不要轻易出击。副院长的主意倒是不错。不算绝对公平，却能培养人的谨慎心理和协作能力。我也只是看烦了以往的回合战，换个花样尝试一下罢了。不过平日不善交际的学员，在这种四面都是敌人的场合中，怕是要吃力一下。哎呦，这么快就败了这个！夏云哥哥，接下
下来我们的对手是谁？终于轮到你了。其余人去牵制住薰儿学妹，把萧炎交给我来对付。是。逆子，小心些。该小心的是他。薰儿，别以为打败陆牧便可横行无忌，迦南学院比他强的人多了去了。所有人面前让你萧炎成为我的手下败将，我要让你知道，你是配不上薰儿的。啊！不能再拖了。这么快就用上？暗雷地狐爆！萧炎哥哥，就是赵火焰，萧炎身上的青色火焰应该是异火吧？能够让我们都感到心悸的温度，的确是异火。这个萧炎，我炼药系要了。只要他不耽搁在内院的修炼，我巴不得学院再添一位优秀的炼药师。打爽了，接下来换我了。可恶！疯狂的家伙，居然把白山逼到这个地步。那萧炎出拳这般迅速，是因为脱离了重尺的缘故吧？应该是了。想必平日里总带着重尺是为了修炼。这家伙怎么这么快？这是该死，偏偏挑这种时候。晋升了，晋升要是受到了干扰，那可是轻则受伤，重则丧命。看来这小家伙得退场了。唉，可惜了。哼，萧炎，看见没有？连老天都在帮我。萧炎，看见没有？连老天都在帮我。萧炎哥哥，你放心晋级吧，我会拦住他们。我会尽快。
你若是想来，尽管上，我不会再有半点留手。薰儿学妹，你……顾家，萧炎正在突破晋升，一旦他晋升成功，实力又将大涨，到时我们各自为战，断然不会是他和薰儿的对手。难道你们想看到萧炎实力大增，赢得前5，再进入藏书阁赢取奖励？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，若他变得更强，我们就再无赶超的机会。别忘了，萧炎可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趁现在萧炎没有反抗之力，我们合作把他撵出局。好，跟我一起上。你是我的。怎么，想联手？薰儿，你放心，我可不会伤着你的，只是想把你身后的家伙撵出去。没错，还请薰儿学妹暂且避让一下。你们尽管来试试。薰儿，你让开，别护着那家伙。3打1，卑鄙！他们也不算违规，希望薰儿能扛过去。只要萧炎晋级成功，一切便好了。目前你这新模式漏洞太多了，连3打1也出现了。规矩之下皆为律法，只要他们没有违反规则，我们就无权干预，就看萧炎自己的造化了。希望吧。动手吧，不能再拖了，不然萧炎很快就会晋级成功。薰儿学妹，抱歉了，今天这家伙必须出局。动手！金光掌！薰儿学妹多出重手了，太强了吧！薰儿让开！薰儿，白山，你敢伤他？我只想对付萧炎，是薰儿学妹自己为了护他而受伤的，这怎能怪我？不必假惺惺。白山，今日你若是能毫发无损地离开比赛场，我萧薰儿就此离开迦南学院。薰儿，这是……薰儿，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吧。萧炎哥哥，他们可都是5、6星大斗师。放心，今天若是你们能够安然无恙地走下擂台，我萧炎从此不再踏进迦南学院半步。口气倒是不小，就算你现在晋升6星大斗师，想要以1敌3，我看你是自取其辱。薰儿受伤并非我本意，打败你后，我会让白山付出代价。哼，也算我一个。不劳费心，等打败了萧炎学弟，
我自会退出，向薰儿学妹赔罪。现在说这些，太晚了。天府三玄变第一种，青莲变。斗灵强者。那萧炎应该是使用了某种能够暂时提升实力的秘法吧？现在的萧炎，怕是已经具备了斗灵实力。不过看白山三人所施展的斗技，明显也并非是普通之物。这比赛恐怕有些僵持。我看未必啊。薰儿受的伤，我要你们加倍偿还。萧炎究竟施展什么恐怖斗技，竟然强到这种地步？吴昊、吴家，给这个自大的小子一点颜色瞧瞧！雷动法荒！按道理来说，两种火焰叠加产生的威力应该远比现在的强大才对，难道？没错，若不是萧炎刚刚控制了这恐怖火莲的威力，恐怕场下这三人……萧炎啊，看来他已经被能量爆炸埋在废墟中了。1敌3，的确很狂妄，不过却没什么好下场。该死，早知道不该替你煽动。这萧炎，我们根本惹不起。他很强，比我们都强。再强又能如何？在我们三人联手一击之下，他就算能活下来，恐怕也要断胳膊断腿。这是替薰儿还你们的，若是不服，随时奉陪。是吗？没事吧？心儿哪有这么弱，皮肉伤都算不上。不知道这淘汰赛现在可算结束？如果不算的话，我还可以继续。
算，当然算。我宣布，此届内院选拔赛到此结束，前5强诞生，分别是武家、白山、吴昊、萧薰儿、萧炎。没想到萧炎竟然这么强啊！若琳导师，你赢了，赢了！今天的耻辱，我白山定要你100倍偿还。萧炎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个混蛋下手这么重，真不是男人。萧炎，你很强，不过我相信，我一定会超越你。不知道那藏书阁中究竟有些什么宝贝？希望能得到适合自己的吧。听说选拔赛大混战之后，白山、虎家、吴昊3人被他打的，现在还躺在床上呢。哎，是啊是啊，萧炎学长最后那个斗技真是太强了，好帅啊！哇，小美，那不是你堂哥吗？哎，是他没错，他来了。萧炎堂哥，薰儿。对了，小妹，啊，能跟我走走吗？有些事情要告诉你。我。想不到家族那边发生了这么多事。等我回加玛帝国，我会跟云岚宗好生算账。这段时间，你尽量不要回去。我相信现在的萧炎堂哥能够办到。当年的事便过去了吧。如今我们又不是小孩子，总惦记着也没什么用。不管如何，你永远都是我堂妹。以后有事就来找我。这地方还挺神秘啊，老头儿，真不够意思，之前都没带我来玩过。请问副院长，这藏书阁中是否有声波斗技？啊，声波斗技，当然会有，不过能不能遇到，就要看缘分了。本届内院选拔赛5强已经诞生，特前来领取奖励。奇怪，老师怎么突然跟我断开了联系？难道是忌惮那2个人？那他们也太可怕了。不知这位小友名讳？小子萧炎，见过二老。我偏亲，火如莲，如火山。老夫所料不差的话，小友所掌控的异火，
应该便是在异火榜排名第19的青莲地心火吧。如此年龄便能够掌控异火，当真是天赋异禀。本届5强比上届要好多了。还请二老解开空间锁。这空间锁是几百年前学院的一位斗尊强者布置的绝强结界，没有二老用特殊手法开启，就算是斗宗强者也闯不进去。劳烦二老。现在你们自行进入藏书阁吧，记住，在里面务必听从守阁长老的指示。走吧，萧炎哥哥。年轻人，祝你们好运。萧炎哥哥，欢迎各位同学来到藏书阁，这里面的所有奖励你们可以随意挑选，不过只有从能量层里拿出来的才属于你，不可强求。切记，每人只能带出1样奖励。你们时间有限，下方符文外圈的火焰全部熄灭时，代表时间结束，所以抓紧吧。奇怪，没看到什么奖励啊。那里好像有动静。小心！玄阶高级功法紫雷诀。原来，奖励是从能量罩里飞出来的。这功法是不错，但不是我需要的。地阶斗技。看来越好的东西能量波越明显，但它出现的位置又不是很规律。妮子，看来我们要抓紧时间，分头行动了。好的，萧炎哥哥，那你小心一点。灵魂感知力，不知能否感应到他们的能量波动。
东西啊！抱歉，是我先发现的。萧炎，萧炎哥哥，妮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哦，九重凤火诀，地阶中级。萧炎学弟果然身手不凡呐。看来萧炎学弟要与这斗技无缘了。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妮子，给你。谢谢萧炎哥哥，正是我需要的过渡功法，但不知道萧炎哥哥想要的声波斗技到底在哪儿。无妨，我继续用灵魂力感知。我也帮萧炎哥哥去找找。六阶魔兽的魔核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，可惜不是萧炎哥哥所需要的。时间马上要到了。萧炎哥哥，哼，萧炎学弟，看来你才是运气最不好的那个呀。时间快到了，他在干什么？妮子，是声波能量。我就不信抓不住你！加油啊，萧炎哥哥！看你往哪逃！萧炎哥哥，快试试能不能取出里面的东西。该死，竟然不行！
萧炎哥哥，抓紧了，让我来试。成功了！这狮虎碎金银太强了！这小子，没想到竟然借助寂静状态之力，融合虎啸纳为己用。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现在也只是初步掌握，仅能发挥狮虎碎金银的3、4层威力。想要达到大成地步，唯有继续花时间磨练，没有任何捷径可走。你小姨又来找你了，萧炎哥哥。刚刚我听到一阵雄浑的吼声，是不是你的声波斗技练成了？只是初有小成，还多亏了你在藏书阁中及时帮我取出了这狮虎碎金银。萧炎哥哥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对了。今日我们就要入内院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那自然。内院是迦南学院所有学员向往之地，只要你们肯努力，就有可能激发出最大程度的潜力，获得更强的力量。所以，不管修炼如何苛刻，都要坚持下去。我知道你们几个人在选拔赛上有些不愉快，但是年轻人要想开点儿，日后说不定还要在一起拼搏。尤其进入内院，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要好。老夫希望你们早日放下隔阂，团结一致。是。难怪需要一路护送，谁能想到学院后山深处如此危险？若是仅靠我们自己在森林里穿梭，恐怕没几人能活着走出去。老头儿，内院到了吗？怎么不走了？内院可不是那么好进的。
进去吧。胡老头，让你护送新生就是放心，每次都这么准时。没想到今年是你这个老家伙执勤。这位是内院的赵长老以及卢长老，以后在内院有什么事便可找他们。你们5个往前来。这5个小家伙便是今年选拔赛的前5名，他们实力还不错。今年的新生潜力的确比上一届好。这是什么？废话不多说了，虽然你们通过了选拔赛，获得了进入内院修炼的资格，不过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你们现在只需要知道一件事。那便是将你们手中的晶片当作命一般的好生保管。接下来，你们需要按照入内院士的分组进入我身后的森林，而在森林中，一些老生队伍正等着你们。你们只有击败老生队伍，或者避开他们，并成功到达森林尽头，才能真正进入内院。而老生队伍会用尽一切手段获得你们晶片上的火能。火能是什么？火能？请问赵长老，这火能到底有何用？等你们到了内院，自然会知道。我宣布，这一届的火能猎捕赛正式开始。快点，这边，我们走。我们还在等什么？我们走。